一起令人血脉奋张的事件，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脸上。8月28日，青岛的街头上演了一幕令人发指的暴行。一位开着路虎的女司机，仅仅因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被指出，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，将怒火全部倾泻在一位无辜的男司机身上。据目击者描述，这位路虎姐逆行插队，导致追尾事故发生。然而，她不但没有认错，反而冲向对向正常行驶的男司机，雨点般的拳脚落在那位无辜者身上。更加令人发指的是，他一边殴打，一边还嚣张地叫嚣：“我逆行怎么了？我打你又能怎么着？姐就是要打你！”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吃人的社会。100年过去了，难道中国人还生活在一个强者可以任意欺凌弱者的世界吗？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当地警方的处理结果。对于这起性质恶劣的暴力事件，警方仅仅给出了行政拘留10日、罚款1000元的处罚。这就是所谓的顶格处罚，这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。让我们来看看2018年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。常林因为20年前被班主任殴打的经历，在街头扇了对方几个耳光。结果呢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。两相对比，不禁让人感叹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法律的天平究竟是如何倾斜的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据知情网友爆料，这位路虎姐的所谓拘留，竟然是居家拘留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在家里坐牢。这种闻所未闻的处罚，简直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。有网友无奈地调侃：“欢迎大家来青岛，虽然青岛的大虾贵，但青岛打人便宜。”这句话虽然幽默，却道出了普通民众的心酸。那么，路虎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何能享受如此特殊待遇？有人说她是青山社区副书记王某，有人称她是本地知名公司的掌门人，甚至有自称是其公司员工的人爆料：“我们都被她打过，牙齿都曾被打断，只能默默忍受。”这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世界？普通劳动者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，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。终于，在舆论的压力下，一位环球时报记者透露，这位路虎姐并非公职人员，而是靠着崂山旅游经济发了财的旅游业者。然而，这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民愤，反而引发了更多质疑：一个普通商人为何能享受如此超然的法律待遇？更加令人愤怒的是，就在人们以为路虎姐正在拘留所反省自己的恶行时，8月31日，一位名叫台东李胜恩的网友却拍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在他的直播中，那辆引发众怒的路虎赫然停在路边，而戴着口罩的路虎姐本人也出现在了镜头中。这哪里是什么拘留，分明就是自由自在。不仅如此，当地警方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清场，并亲自打电话询问直播网友的情况。一位普通市民因为曝光真相，反而成了被调查的对象，这是何等的荒谬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，普通人的命运又在何方？当法律成为某些人的玩物，当暴力可以如此轻易地得到纵容，我们还能指望什么？也许正如那位被打的退伍军人一样，我们只能选择沉默，选择忍耐。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但是，难道我们就真的要永远低头做一个顺民吗？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继续腐烂下去吗？然而，就在我们为路虎姐事件愤愤不平之际，一个更加令人心惊的案例浮出水面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2019年，重庆街头上演了一出酷似路虎姐的闹剧。一位被网友戏称为草帽姐的女子，因交通纠纷对一名男子大打出手，但结局却大不相同。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，
草帽姐的身份很快被8个底朝天。她那担任派出所所长的丈夫也难逃调查。这一次，法律似乎终于彰显了她的威严。然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同样是打人，同样是嚣张跋扈，重庆的草帽姐和青岛的路虎姐却得到了如此不同的对待？是地域的差异，还是背后隐藏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力量？更令人深思的是，在路虎姐事件中，那位被打的男司机竟然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他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受如此暴行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他竟然选择了默默承受，没有任何还手的举动。这不禁让我们深思，为什么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会如此软弱？首先，我们不得不提到军人长期在部队被驯化的现象。在军营里，服从命令、遵守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军人们被反复灌输克制和忍耐的理念，这种思维模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。即使退伍后，这种行为方式也往往会伴随他们终生。然而，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，那就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对互殴的界定。在许多案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：只要涉事双方都有动手行为，无论是主动攻击还是正当防卫，法院往往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互殴。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，互殴这个概念被过度扩大化了，正当防卫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，公民自我保护的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。据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在2015年至2020年间，全国法院审理的涉及互殴的案件中，有高达78%的案件存在对正当防卫认定不当的问题。回到路虎姐事件，那位退伍军人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。他可能深知，一旦还手，不仅无法彰显正义，反而可能陷入法律的泥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忍气吞声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。然而，这种无奈的选择恰恰凸显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鸿沟。一边是被迫沉默的普通人，另一边却是肆无忌惮的特权阶层。反观路虎姐，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充斥着奢靡的生活方式，名牌包包、豪华度假、性感打扮，这些炫富的内容无不彰显着一个令人心寒的现实：在这个社会中，某些人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着超出常人想象的特权。这种悬殊的差距在经济数据中也得到了印证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，而路虎姐驾驶的路虎揽胜车型售价动辄100万元以上。这巨大的差距不正是社会不公的一个缩影吗？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种经济上的悬殊似乎还延伸到了法律适用的领域。当普通人因为担心互殴的罪名而不敢保护自己时，某些特权阶层却能在违法后全身而退。这种现象不禁让人质疑法律的天平是否真的公平。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是否已经沦为了一纸空谈？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在路虎姐打人视频曝光后，一些自称是当地人的网友爆料称，类似的事件并非孤立。有人声称，在这里只要有关系就是横着走，打人那都是小事。这是怎样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？难道我们普通人的尊严就真的一文不值吗？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法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明确规定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路虎姐的暴行明明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，却只得到了最低程度的处罚？更可笑的是，就连这微不足道的惩罚似乎都没有得到严格执行。有法律专家指出，像路虎姐这样的行为完全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来处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
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犯减款罪致人重伤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，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然而，在陆虎姐事件中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荒谬的纸面拘留，这不禁让人怀疑法律的威慑力在哪里，公平正义又在哪里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样的事件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示范效应？当人们看到有钱有势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，那么遵纪守法还有什么意义？